查理·蒙格亲眼目睹近1个世纪以来股市的大起大落，从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历经无数风雨的蒙格总结出一句警示箴言：当市场上的人们变得极度贪婪，无视风险，充满乐观与白日梦时，灾难就不远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历史一再重演的戏码。在每一次股市大崩盘发生前，约莫半年的时间里，总会出现某些惊人相似的危险信号。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5大典型信号，看看历史如何一次次在高潮中埋下崩盘的种子，也帮助各位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掌握危机来临前的征兆。信号1：全民疯狂入市，投机情绪爆棚。当股市进入疯牛阶段，最大的特征莫过于全民疯狂入市，也就是说，不管懂不懂股票的人，全都一头栽进市场，幻想一夜致富。历史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前夕。传说当时一位财经大亨在街边擦鞋时，擦鞋童兴奋地向他分享最新的股票赚钱秘诀。这位富豪大惊失色，心想，连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都在热烈讨论股票行情，难道还不说明市场过热到了疯狂的地步吗？富豪随即决定将手中股票全部脱手。几个月后，华尔街股市泡沫破裂，无数人倾家荡产，而这位嗅到异样气息的先知型富豪则安然躲过一劫。这则故事广为流传，被称为擦鞋童理论。一集，当连街头擦鞋的孩子都在给你推荐股票时，股市已过度疯狂，你应该赶快退出。不只是1929年，类似的群众投机狂热在每次大泡沫顶峰时都会上演。想想21世纪初网络泡沫时期，1999年前后，美国矽谷的科技股狂飙，当时许多人谈论的话题不是今天吃什么，而是某某网络公司股票又翻了几倍。就连计程车司机、大学学生、家庭主妇都纷纷投入股票与基金，大聊网络新经济如何让大家发大财。很多人甚至辞掉工作专职炒股，深信股市只能涨不能跌。再看看最近几年的情况，从虚拟货币到所谓的迷因股票，当身边完全不懂投资理财的亲朋好友也开始热衷讨论比特币、NFT， 甚至借钱加码买进热门科技股的时候，我们就嗅到了一丝一样的危险气味。这正是蒙格一再强调的羊群效应与投机狂热。当所有人都认为股市是提款机，赚钱轻松又理所当然，市场就埋下了崩盘的种子。历史昭示我们，群众永远赶在崩盘前陷入疯狂。巴菲特也有句至理名言：别人贪婪使我恐惧，别人恐惧使我贪婪。当你发现周围的人从早到晚只谈股票多好赚，连投资小白都成天吹嘘获利几倍时，其实正该提高警觉，心生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市场上的理性已被贪婪吞噬，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认为股价只会涨不会跌。而事实一再证明，越多人相信赚钱容易的时候，危机往往越近。1929年的美国如此，2000年的网络泡沫如此，当下也依然如此。记住，当大街小巷都在聊炒股致富经，这其实是老天在暗示，狂欢的派对快结束了，聪明人该准备离场了。信号2：妖股满天飞，脱离基本面的狂热。进入末期疯牛行情时，我们常会看到一大批怪异的妖股满天飞。所谓妖股，指的就是那些基本面薄弱甚至亏损累累的公司股票，却在短时间内出现疯狂暴涨，涨幅远远超过理性的范围。这种现象代表市场参与者已经集体失去理智，只凭着想象与炒作在推升股价。每逢泡沫最疯狂的阶段，总有各种光怪陆离的投机产物大行其道。回顾历史，1920年代末的美国股市不仅吸引了普罗大众，也催生出许多投机性极强的概念公司。例如当时新兴的无线电、飞机等科技概念股被炒得天价，还出现大量纯粹为投机成立的空壳公司。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根本支撑不起股价，但市场沉迷于对未来的幻想，硬是把股价推上云霄，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正是泡沫将近的明显征兆。类似的一幕在1999年的网络泡沫中达到极致。那时候只要公司名称跟 .com 扯上关系，哪怕完全没有盈利模式，
都能在股票市场上疯涨几倍、几十倍。许多网络新创公司上市当天股价就翻倍，市场对未来的想象力无限膨胀，仿佛每一间车库创业公司都能成为下一个微软或亚马逊。举个典型例子， Pets.com 这类毫无盈利、烧钱扩张的网络电商，公司亏损累累，但因为有互联网上的宠物商店的新奇概念，股票市值一度冲上亿万美元。还有许多公司改名沾上网路边，就瞬间成为炒作明星。这种脱离现实的繁荣正是泡沫的假象。当投资人不再关心企业到底赚不赚钱，只管追逐所谓新经济梦想，灾难其实已在暗中酝酿。再看2021年左右的市场狂潮，我们见证了所谓迷因股票热潮，一些经营状况平平甚至濒临破产的公司股票，因为网络论坛上的情绪带动，股价几天内狂飙数倍。美国的 GameStop 和 AMC 院线就是明显例子，基本面并无重大改变，但散户疯狂涌入接力炒作，把股价推向荒谬高点。还有加密货币领域的狂热，某些恶搞性质的狗狗币，一张无聊猿猴图片的 NFT 都能卖出天价，这难道不是现代版的郁金香狂热吗？当市场开始为完全不合理的资产疯狂时，说明投机者集体进入幻想领域，他们相信只要在接最后一棒之前卖出，就不会成为傻瓜。然而泡沫破裂时，大部分人终究发现自己才是那接棒的傻瓜。总结来说，当妖股满天飞，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急速上涨时，已经敲响了警钟。市场充斥着对未来的美好幻想，新的科技、新的概念层出不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发现了下一座金矿。然而正如蒙格所说，狂热和幻想往往比理智更能驱动股价，但终究不能永远驱动下去。当你看到市场中充满这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股票价格远超企业实际价值，人人高喊这次不一样的时候，请务必提醒自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次从来没有真的不一样。虚妄繁荣的泡泡终将破灭，只是时间问题。信号3，杠杆借贷激增，资金疯狂加码。每次大崩盘之前，市场参与者往往不仅投入自己的全部资金，甚至还疯狂动用杠杆，举债下注。也就是说，大家不满足于用手头的钱炒股，还会去借钱加码，企图用别人的钱放大自己的盈利。在牛市后期，融资金额飙升，杠杆比例创新高，正是另一个危险信号。因为杠杆可以扩大收益，但同样也会成倍放大亏损。当行情一旦逆转，高杠杆造成的强制卖压往往让股市雪上加霜，加速崩盘。1929年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在华尔街狂欢的年代，买股票几乎成了只赚不赔的生意。许多人动了贪念，既然赚钱这么容易，为什么不用借来的钱多买几倍股票呢？于是杠杆交易盛行。当时的券商允许只拿出1成的自有资金就能买股票，剩下90%都可以融资借款。换句话说，你手上有1000美元就能贷9000，一共1万美元去买股票。只要股价继续涨，借钱炒股的人就发了横财，结果大量普通人倾家荡产凑保证金，疯狂加杠杆进场。到了1929年年中，融资买股的金额创下史无前例的高峰。然而好景不长，当市场在9月开始动摇下跌时，这些高杠杆投资者立刻陷入绝境，股票稍微跌破券商要求，他们就收到了追加保证金的追缴通知。由于没钱补缴，只能被迫卖出股票平仓。一时间，踩踏式的抛售此起彼落，大家都是借钱买股，一跌反而没钱还债，更要急着卖股还款，结果抛盘像雪崩一样塌下来，杠杆加速了崩盘，让原本可控的回调变成了不可收拾的大灾难。将时间快转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杠杆泛滥的戏码又重演一次，只是这次泡沫从股市转向了房市与华尔街的复杂金融产品。2000年代中期，美国长期维持低利率，银行拼命放贷买房，全国上下掀起一股按揭贷款买房，房价永远涨的狂热。不少收入普通的人可以零首付就贷款买2-3栋房子，指望房价上涨转手大赚。更危险的是，金融机构也在玩杠杆游戏。华尔街大投行们将上千亿美元的房贷打包成债券，再基于这些债券发行衍生品，
一层又一层杠杆使得金融体系暗藏高达30倍、50倍的惊人杠杆。在房市繁荣时，人人觉得借钱买房、放贷都是稳赚不赔，杠杆只会带来更多利润。然而当2007年开始，房价见顶下跌，借贷过度的恶果立刻显现，大量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触发房贷违约潮，银行持有的大量房贷证券变成了烂账。杠杆运作下，损失被无限扩大，整个金融系统濒临瓦解。终于，在2008年，雷曼兄弟等巨头轰然倒下，全球市场陷入恐慌。追根究底，这场灾难的推手正是疯狂累积的杠杆债务。当风险来袭，高杠杆让整个体系不堪一击，如骨牌般全面崩溃。其实，不只是1929年或2008年，几乎每一次泡沫破灭前，市场的杠杆水位都远高于平时。例如1987年美股崩盘之前，尽管那时美国监管已限制融资炒股比例，但华尔街透过新奇的金融手段，如所谓投资组合保险等程式交易策略，隐含地提高了杠杆。投资者过度自信地借钱压住股市，认为设下停损程式就能全身而退。不料10月黑色星期一来袭时，卖盘潮水般喷发，远超预期停损范围，结果造成巨额亏损。再看最近这段时间，全球市场经过长期宽松后，杠杆水位也在攀升，融资余额屡创新高，许多企业和投资人背负沉重债务。一旦环境反转，这些杠杆都可能成为压垮市场的稻草。蒙格等老一辈投资家一向告诫我们，别玩你无法承受的杠杆。当你观察到市场上到处都是借钱投资加杠杆炒作的景象，千万要意识到，狂欢的资金派对终有散场时。高杠杆带来虚假的繁荣，却也在背后积蓄着毁灭力量。它能在下跌时引爆连锁反应，让市场瞬间从人间天堂坠入地狱。如果某个时期各种统计数据显示融资借贷规模骤增，投资人把房子抵押、信用卡套现跑来买股，那就是第3个不祥之兆，资金过度杠杆化。谨记，借来的繁荣终究要还。当市场风向改变，高杠杆的投机者将发现自己站在火山口，无处可逃。信号4，利率环境逆转，流动性急剧收缩。股市泡沫往往在充裕的资金雨露中盛放，但当利率环境发生逆转，宽松的流动性收紧时，泡沫的生命线便开始断裂。因此，利率的快速上升或货币政策的转向，常常是大崩盘前数月出现的重要信号。简单来说，当钱变贵了、变少了，原本撑起高高股价的水分就要退去了。回顾历史，1929年美股大崩盘前，美联储的政策动向其实早有警示。20年代中期，美联储为刺激经济采取了宽松低利率，使得市场资金充沛，银行贷款容易，这滋养了狂飙的股市。然而看到投机过热后，美联储从1928年开始连续多次调升利率，试图给疯狂的股市降温。到了1929年，短期利率升到高位，贷款成本明显提高，融资炒股变得没那么划算。同时，为了抑制投机，美联储还缩紧银根，收紧对银行的信用支持。在资金环境收缩的背景下，股票市场如同失去水源的繁茂植物，开始慢慢枯萎。当年9月，英国央行意外提高利率，引发国际资金紧张，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华尔街的剧烈震荡。流动性一紧缩，脆弱的高楼瞬间倾塌。随后10月，股市崩盘，势如雪崩。再观察2000年的网络泡沫破裂，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转向同样扮演了导火索角色。90年代末期，为了防范通胀和经济过热，美联储在1999年至2000年间连续6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历史低点逐步提高了将近2个百分点。这看似不起眼的升息动作，对当时沉迷科技股的市场敲响了警钟。资金不再免费，企业融资成本上升，高估值的网络公司开始承受压力。特别是2000年初最后几次升息后，投资人情绪突然转变，原本疯狂涌向股票的资金部分转投债券等更高收益的安全资产，科技股失血。利率上升仿佛钢针刺破了网络股的泡泡，加上几家龙头科技公司业绩不如预期，股市随即从盛极转向衰退。
曾经不可一世的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见顶后一路崩跌，最终跌去将近80%，让千万炒家的美梦化为泡影。2008年金融危机的前奏同样可以从利率变化中找到踪迹。正如前面提到的，美国在2004年之前实行超低利率，房市与股市因廉价资金而过热，而联准会自2004年中开始意识到风险，于是连续17次调升利率，到2006年将利率从 1% 提到 5.25%， 利率大幅攀升直接导致房贷利率上扬，贷款月供增加，许多挣扎在边缘的次级房贷借款人突然发现还款压力剧增，资金成本的上升迅速冷却了火热的房市，房价涨势放缓，交易量萎缩，随之而来的是贷款违约率攀升。金融市场上宽松时期大举杠杆的投资部位也因借贷成本上升而变得脆弱。终于在2007年中，房市泡沫开始破灭，进而引爆全面的金融风暴。可见美联储的紧缩周期其实早就为崩盘埋下导火索，只是很多人侥幸以为市场仍能自我繁荣，然而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当资金变贵变少，那些建立在低利率幻觉上的高楼大厦就无法再维持。除了利率上升，另一个相关的指标是债券殖利率曲线倒挂。所谓殖利率曲线，就是不同期限债券利率构成的曲线。在正常情况下，长期利率应高于短期利率，因为投资人持有长期债券要承担更久的风险。然而，当市场预期未来经济不妙时，长期利率可能跌破短期利率，形成倒挂。每当发生倒挂，通常意味着市场预期景气将下滑，央行会降息救经济，这往往是经济衰退的前兆，而历次经济衰退几乎都伴随股市大跌。因此，殖利率曲线倒挂常被视为股市将转熊的领先警示灯。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前夕，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美债殖利率曲线都出现了明显的倒挂现象。近期在2022至202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债券殖利率也再度倒挂，引发广泛讨论，这是否预示着新的风暴在酝酿？虽然殖利率倒挂未必能精确预测股市拐点，但它反映出的利率环境与经济预期转变不容忽视。综上所述，当你看到央行开始进入升息循环，利率快速上升，或者市场流动性明显趋紧时，一定要意识到，此前撑起各种高风险投资的低利率温床正在消失。那些对资金高度敏感的投机泡沫，就像离开水的鱼，终将挣扎不久。蒙格这样有近100年投资阅历的老兵，非常明白利率之于资产价格的关键影响。他曾半开玩笑地说，不要和央行作对，意思是一旦央行收紧银根，投资人千万别固执地以为泡沫还能在真空中膨胀。留心利率曲线与政策风向，因为资金的潮汐决定着市场的生死。当潮水退去，钱变贵了，许多狂热将无以为继，市场拐点往往已在眼前。信号5，领先警讯频现，隐患悄然爆发。最后一个重要信号是各种领先警讯和小型危机的出现。通常在大崩盘前的几个月，市场会出现一些看似偶然的负面事件，也许是一家大型机构发生财务困难，某个重要产业传出利空消息，或市场内部结构出现异常变化。这些事件就像黑夜中的闪电，短暂照亮了风暴将至的天空。如果投资者对此充耳不闻，往往会错失提前撤退的良机。历史上每次灾难来临前，其实都有一些可以察觉的蛛丝马迹。以华尔街1929年股灾为例，其实在崩盘前几个月就零星出现了几次市场惊吓。1929年3月，股市曾突然暴跌一波，原来是市场传闻几家大型银行可能收紧资金，导致恐慌性抛售。虽然当时银行家出面安抚，股市又恢复上涨，但这次小股灾可说是大难前的预演。另外，在1929年9月，英国提高利率引发全球资金回流，欧洲美股也应声下挫。当时许多华尔街人士还自信地认为只是短暂回调，不愿承认趋势已变。然而事后看来，9月的下跌正是牛市终结的信号。可惜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直到10月底的几天内，市场崩盘无可挽回的全面爆发。
又例如2007年，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开始出现异常升温与坏账增加。其实在当年3月和6月，就有几家专做次级贷款的金融公司宣告破产。然而当时华尔街许多人不以为意，觉得这只是小领域问题。一直到2007年7月，两家贝尔斯登 Bear Stearns 旗下的大型避险基金因涉足次级房贷而发生严重亏损，被迫关闭清算。这件事震撼了金融圈，相当于警报声大作，连华尔街老牌投行都踩到地雷。难道仅仅是个案？聪明人此刻已开始减仓避险，但更多人则选择相信官方说法，风险已被控制。接着进入2008年，坏消息接踵而至。3月，华尔街第5大投行贝尔斯登本身濒临破产，紧急被政府协调收购。9月，更巨大的雷曼兄弟轰然倒下，触发全球市场崩盘。回头看，从次贷基金暴雷、投行球员到雷曼倒闭，每一步其实都有前一步的征兆，但是许多投资人选择漠视早期信号，直到最后灾难降临才追悔莫及。除了金融机构的异常，一些市场结构的改变也往往发出预警。例如在2000年科网股崩溃前，细心的人发现，虽然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初还在创新高，但涨势开始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龙头，许多二线科技股其实已经悄悄见顶回落，市场的上涨基础变得狭窄。这种市场内部的分化往往显示资金正在撤出较弱的标的，只死撑几家大公司股价来维持指数繁荣。当市场上大多数股票在跌，只有指数全指股独撑场面时，实际上牛市已经是强弩之末。一旦连全指股也力竭，指数就会像失去最后支柱般急坠。果不其然，2000年3月过后，连那些顶尖的科技巨头也开始下跌，整个板块全面崩盘。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最近几年，某些时候股市指数屡创新高，但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真正上涨的只剩少数明星公司，多数股票早已沉寂。这种虚假的繁荣假以时日，往往难逃瓦解。再举一个领先指标的例子，内部人动向。企业的内部人士，如高管、大股东，对公司前景最了解，他们的买卖动作有时对趋势有预告作用。历史经验显示，在市场高峰前夕，往往会出现内部人大规模抛售股票的情况。比如2021年市场狂热时，就有数家大企业的创办人、高管陆续卖出自家公司的巨额持股套现，而普通投资人大多沉浸在行情大好的喜悦中，没有注意到这些有见识的老板们正在悄悄离场。同样，在1987年崩盘之前，也有报告指出内部人卖出交易增加。虽然内部人卖股原因很多，不一定全为看空，但当高层们一致减持时，我们有理由提高警惕，或许他们已嗅到风险的味道。总而言之，大崩盘前夕往往不是风平浪静，而是暗潮汹涌，各种不寻常的现象与事件其实像提前响起的警报。在危机真正爆发前的半年内，你也许会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某大型基金暴跌清盘，某知名公司财报暴雷，某经济数据远差于预期，或是市场技术层面出现诡异走势，交易量骤增骤减，领涨板块突然转弱等等。这些隐患爆发的信号如果接二连三出现，就绝不能等闲视之。许多散户往往抱持侥幸心理，觉得这只是个别问题，不影响大局。但真相是，大厦将倾前，常有砖瓦先崩。当看到一块砖掉下来，你最好预防整面墙都倒下来。蒙格和巴菲特这类老手特别会留意风险的苗头，他们经常强调，投资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审慎评估当下，看清风险正往哪里集中。如果某个方向的风险在积累，他们宁可早些退出观望，也不赌最后的冲刺。毕竟，正如蒙格所言，避免愚蠢的错误比追求聪明的成功更重要。当你注意到市场开始出现这些异常讯号时，或许就是该见好就收，保存实力的时刻了。查理·蒙格100年人生的投资阅历告诉我们，市场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崩盘，每一次大跌之前，警报早已悄然响起。只可惜，多数人在身处繁华盛宴时，往往选择充耳不闻。我们今天总结的5大信号，从全民疯狂入市的投机热，到腰股乱窜的非理性繁荣，从杠杆泛滥的隐忧，
到利率逆转的风向突变，再到领先警讯的不断闪现，正是历史一次次教训换来的宝贵启示。这些征兆常常在崩盘半年前左右陆续出现，仿佛暴风雨前的零星雨点。如果我们愿意睁大眼睛，谨慎观察，就有机会提前寻找避风港，而不会在狂风骤雨中措手不及。或许有人会说，每次泡沫当下，人们总有种种理由相信这次真的不一样。但请记住，人性贪婪与恐惧的循环从未改变，市场规律亦如此。蒙格和巴菲特这对黄金搭档之所以能长青市场，靠的不是神奇魔法，而是不断提醒自己保持理性，远离狂热。他们宁可少赚一点，也要确保不在泡沫破灭时成为最大的输家。蒙格曾经幽默又尖刻地评论过投机狂潮下的群众心理，疯狂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常见。保持冷静清醒，远离疯狂，远离疯狂，再远离疯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却道出了在泡沫面前最难得的品质：克制与冷静。放眼现今市场，我们是否也看到了类似的场景？近年来，新兴科技，例如人工智慧概念股的热潮席卷股市，再次令股价扶摇直上。市场上充斥着乐观论调，巨额资金涌入，连带衍生出一些投机狂热的苗头。同时，我们也看见全球主要央行为对抗通胀而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债市预警频频，个别市场巨头接连暴雷。尽管我们无法确切预知未来，但风险的浮流似乎从未消失，只是周期性的隐现。作为普通投资者，更应该谨记蒙格的教诲，在大众极度亢奋时保持一份清醒，在贪婪泛滥时怀抱一丝恐惧。最后，用蒙格的一句话作结：我要避免愚蠢的错误。如果我知道某件事最终会以悲剧告终，我宁可不去参与。当市场再次充斥以上我们讨论的那些信号时，希望我们都能多一分警惕与理性，学会适时抽身。毕竟，股市永远在变，但风险来临前的预兆却历久弥新。我们无法掌控风暴何时降临，但至少可以学会读懂乌云的语言。当下一次狂欢达到顶点，泡沫近乎透明之时，你是否能想起蒙格的警告，从而从容地站在安全的岸边，静待激流退去，